日落在这边，哇，好漂亮！是我们的住宿，哇，这里可以住超多人呢，这里可以住到4个人，其实，哇，有一个超大浴缸，有点奢华哎。状况了！果然有这个创作者，我才来状况哦，整个卡在沙里啦！哇塞，他现在是把它漏气，所以我们这台被卡住了，糟糕！哦 We can taste some bread. 哦 Yes, just to get out now from. Oh, it's fresh. Yes, from Wow. the traditional oven. 哦，很好吃哎，很像意大利的披萨饼皮哎。这个是我在摩洛哥目前吃到最好吃的面包哎。嗨，我摩洛哥之旅来到我们的重点了。我们接下来要进入沙漠，我们要到撒哈拉沙漠之口。我们现在一行人搭了6-7个小时的车，到了这个小镇，然后我们现在要从这个大巴转成这个4轮驱动的车子。因为我们接下来要进入沙漠区了，然后我们希望呢可以赶上6-7点的时候抵达沙漠的边缘，再转乘变成是骑骆驼，然后再走到我们这次的沙漠营地。希望可以在7点半左右的时候边骑骆驼可以边看到黄昏。我们这次在沙漠有2天，好，我们出发。重头戏。真的，这次阿迪外语来到了摩洛哥，大家可能会想说，摩洛哥在北非应该是讲阿拉伯语为主吧？但就像是我们影片之前有讲过的一样，摩洛哥有短暂的被法国殖民过，然后也跟西班牙有些关系，所以其实在摩洛哥，阿拉伯语、法语、西语都有人讲。而且很刚好的是，以上3种语言我都有在 Amazing Talker 上课过。Amazing Talker 是全台港最大的1对1线上家教平台，可以找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家教老师，不管你是想要学英文、西文、法文还是阿拉伯文，通通找得到。而且现在除了学语言之外，Amazing Talker 也不断在增加他们平台课程的深度和广度，像是投资理财、商业管理和职业规划，也都有老师专门开课。老师可以针对你整体的学习目标或是当下的学习状况来去调整课程内容。我自己在选课的时候，就会先在平台上搜寻老师的介绍和学生评价，没空看评价的话，也可以用 AI 智能推荐，3秒就可以找到适合的家教。所以如果你知道自己想学什么，想要短期或是长期学习，都完全没有问题。因为 Amazing Talker 不用绑约，一次只要买1堂课。像我今年几乎每趟出国前都会花上一点时间上课，去学当地语言的基本绘画。这样除了旅行时可以和当地人用他们的语言沟通之外，旅行中也常常会有意外的惊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到资讯栏拿新用户专属的10美金优惠券，我会把所有的资讯放在影片下方资讯栏。这个帽子大家还认得吗？这个帽子是我在土耳其买的，在这边也用得上。这是你第一次到沙漠吗？就是这么大片的沙漠是啦，我之前在杜拜有坐过那个沙子车，那个好，但那个好像不太算是沙漠。那这也算是敲碗成功因为有人说下一次就是沙漠，然后再来是赤道。我们这也算是某一种程度的极地对吧？沙漠也是极地，跟 Cat 一起打过沙漠。那你嘞？你在沙漠几次了？蛮多次啊！去纳米比亚。摩洛哥我们这次要去的呢是撒哈拉沙漠，有点像它的一个入口点这样。好，期待 ，Let's go。OK， 出发了哦，没错，我们是第1台。好，我们现在已经开离海岛路了，现在旁边全部都已经是沙丘。感觉蛮像在肯亚做长发人，的那个体感。在这种沙子里面开车的特质就是它那个轮子会有点不受控，因为那个沙子的流动，所以会没有办法直线前进，要那种左右这样蛇行。我现在进到沙子里。刚刚还是砂石路，现在是软的沙子，所以那个整个车子发出来的声音也都不太一样，因为外面已经全部都是沙子了。这真的是要4轮驱动，因为一般的车子完全开不进来这里。好，我们到了，然后我们现在要改搭成那个骆驼。那边那一排骆驼真的就是在等我们的，走过去。风吹过来，全部都是沙子。我现在已经戴口罩、戴帽子、戴墨镜了，还是可以感受到沙子打到我脸上。然后这个沙子的触感真的是不错这个沙子你真的是
下来走都进看一下，这不知道是什么成分。它脸超大的。凯凯，你第一次来沙漠吗？没有啊，我记得你好像埃及啊。哦，已经是沙漠常客了。对，我来过，野营过。哦，哎，哦，我们起来了。哦，等一下，我突然发现我的鞋子好像有点危险。我觉得很危险。导游叫我把鞋子拖上来，现在是光脚状态。哇！对，这是日落，日落在这边，在我们的右边。现在应该是要走去一个车子到不了的看黄昏的地方。OK， 我们现在到了一个这边就是只有骆驼才上得来的地方啊，要爬这个坡哎，我觉得好像对啊，好像光脚爬比较好爬。哇，好酷啊！哇，超漂亮的。我觉得大家来这边应该要穿拖鞋，这里用赤脚踩真的超舒服的。完成。想想觉得撒哈拉如何？我来过啦。我觉得就是没化妆来，就是坐在这里就够了。有化妆再拍，没化妆算了。有硬拍，看起来像鬼。不会啦。刚刚我问了一下向导，为什么这里有这么多植物？原因是因为后面这里有 Atlas Mountain， 然后他们有一个地下水的系统，所以说这一整片都受惠于那个地下水。虽然这里不太常下雨，但是还是会长片一撮一撮的植物。但我觉得在沙漠走久了之后啊，其实大腿是还蛮需要肌肉量。我现在大腿有点抖，因为你要一直平衡在这个就很不稳的平面上。我们现在要回营地了，我们来开箱一下我们这次在沙漠住的营地。是我们的住宿，我们住在一个有点像 bungalow 的东西，在这里。好，外面有一个阳台，里面。哇，这里可以住超多人哎，这里可以住到4个人，其实这里很大哎。好，真的就是一个 bungalow 哦，哇，这里有提供衣服哎，好赞哦。然后这边进来是，哇，有一个超大浴缸，有点奢华哎。那这边是什么？这边是淋浴的，那这边应该就是马桶了。对，哇，非常现代。这水是哪里来的哇，漂亮，很赞很赞。这是我们2天晚上的住宿。我刚刚发现它居然还有冷气，沙漠里面可以吹冷气，太奢了吧。早安啊！我们在沙漠住了1晚，昨天睡得还算蛮舒服的，洗澡水也有热，床也还蛮扎实的，就一觉就到天亮了。一起来打开那个房门，就是这样子一片沙漠，这个营地非常有感觉。早安，早。我觉得这边的缺点就是它的 WiFi 非常的弱，它 WiFi 基本上一定要到这个营地到吃饭这边才会有，在房间里面是没有 WiFi 的，所以你在这里会呈现一个断网状态。早餐主要是糕点跟一些饼，这里的话就是各种蘸酱，这是咸优格吗？啊，不是，单纯是优格。他们在房间里面有给这种传统服饰，然后我们有一些人是自买的，我是自己买的。昨天有自己买，我昨天也有自己买，大家可以换一下。我们现在的地理位置是在摩洛哥境内的 Merzouga， 已经在邻国 Algeria 的那个边界了。好，这是我的服装。沙漠服装，我发现来到沙漠之后，真的是你会想要把你的每一寸肌肤都遮起来，因为太阳烧到真的是会痛。我这个头巾是我自己包的哦，它在这里后面打一个结，然后前面这里绕，然后这样绕一圈之后，你后面这里解开来，它就可以变成是这样。所以我待会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把我的脸遮住。阿拉伯语，拜访波波尔人家，听说今天还可以吃到他们当地的原住民料理哦，这样看起来他们很有钱。
家里有石油。我今天的名字是穆罕默阿迪。穆罕默阿迪。穆哈迪。穆罕迪 4， 穆罕迪 4。OK， 我们出发了。耶！今天算是还蛮凉的。我们这个营地啊，早上是没有冷气的，因为它早上就是要好像说是用太阳能板要储能，所以不能开，要确保晚上的热水器跟冷气都可以运作。它早上是没有办法供电。我们今天就是要来一探在沙漠里面生活到底是。他不会宕机吧？我靠！被困住了。吊掐。我们现在卡在一个。要推车，要推车。要推车哦！完了！状况了！果然有这个创作者。我坦白气死！状况哦。整个卡在沙里啦！哇塞！卡在沙，这颗卡在沙里面了。它为什么要？哦，它现在是把它漏气，让它更容易拖出来吗？它前面其实也有一点卡进去了，所以我们这台被卡住了。糟糕！创作者的车有综艺之神的眷顾吗？哦，有一台车来救我们了。help！ help！他应该是要把后轮那个位置拉出来，让它可以往后退，然后再一鼓作气往前。你确定你没有在帮倒忙吗？哦，他给你站呢。阿布里卡 ，OK。非洲，他说非洲。阿布里卡。越来越多人来了，整队的人都来，我们导游也都来了。Is this normal here? Sometimes. Sometimes. Very good. 全宇帅，你我可以啊，该你开啊。可以啊，我很会啊。刚向导说要不要换他开？好，再次出发。顺利了，小插曲。哎，我们来爬上那个山坡，来看一下山丘另一端的景色。而且那个沙子，你要一直去抵抗它的那个流动性啊，比一般的爬山还要累。沙丘的另一端是更多的沙丘，我还没有到顶端。哇，那边那个看起来好尖，好像一个金字塔。哦，要爬上去吗？真的要爬上去吗？哎呀，好累了，有点想躺在这边。这边其实感觉蛮软的，蛮好躺的，而且沙子没有想象中的烫。现在太阳探出头，一瞬间变超级热。哇，好热哦！波波尔人的家我们到了。哎呦，还有小孩哎！哇，他们就住在这样子的帐篷里面。哎，有摩托车，我看到了。客厅吗？哇，这个真的是走入一个营地的感觉，好像电玩里面的某一个营地。他们还有太阳能板呢，他们还有太阳能板。哎，这边是不同的营区，不同的人住，有一些是仓库，有一些是卧室。Do you know how many people live here? This is one family. Oh, just one? Yes, just one family, a nomadic family. As you all know, they keep moving from a place to a place, of course. They search always for the places that water is available and they can find something for their animals to eat about 4 or 5 times a year. You can see the nomadic lady, she is making this bread. is the kitchen? Yes, this is the kitchen and she is making bread now. Oh. We can taste some bread. Oh. Yes, just to get out now from. Oh, it's fresh. Yes, from Wow. Oh. the traditional oven. 哦，很好吃哎，很像意大利的披萨饼皮哎。当它热的时候，这个是我在摩洛哥目前吃到最好吃的面包哎。And she said she can speak only Berber language and just a bit of Arabic. She said, "You are very welcome to my house. This is her house. This is her camp." Can you tell her that this is the best bread I've had in Morocco? أحسن خبز كلاها في المغرب. How do they get water from here?
so many places where they can get water just nearby. Oh, like rivers or Yeah. underground water. Yes, underground water. When they're nomadic, when they're transferring from place to place, how would they carry all these stuff? Usually, so the biggest things they carried by the truck. Oh, truck. Okay, Yes, okay. Mitsubishi San. That's for transportation. of the Oh, okay, okay. They used to move by camels or by donkeys or mules, but now the truck are available, so it's much easier. Ah, OK。有 truck 为什么不要就开到城市里面住？他们选择继续保存这种生活方式。So the government also takes care of them. Yes, of course. The governments for medication, sometimes they make those caravans, medication caravans, and they pass through those points. Oh. And they check them. And there is also some association that they do this. To help this, them. Yes, help them also. But do they pay taxes? What kind of taxes they have to pay? And then education, self-study, self-taught. No, the children, they go to the school, to the village. Oh. Education here in Morocco is obligatory. Oh. Starting from 6-7 years old, everyone have to go to the school. Then what would be their income if they live here like this? Income is from their troops of goats and sheep that they have. They take it to the market. They sell it. Yeah. Okay. This is the set for a tent. Oh. They just remove the top. 啊，这个就是他们的帐篷的基地，所以他们会先用这个木头这样子把它撑起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一个游戏叫做 Don't Starve， 它是一个很好玩的生存游戏。我觉得我现在在玩 Don't Starve， 这些结构的样子都长得很像 Don't Starve 里面的。你看这个就是 Don't Starve 里面的那个 twig， 可以拿这个来收集起来，然后盖新的建筑物。Is this the living room？ Yes, this is a living room. 客厅最高处可以站起来，最高处大概200公分。Sleeping room. 哦，所以这个是卧室，他们的被子都会把它收起来。It's a hammock。 Yeah, maybe a baby is sleeping room. No, nothing there. 卧室是一个一个独立的。 Salam alaikum. Salam alaikum。 تمام كل شيء بخير الحمد لله. 这里也是厨房。So is this where they store the water? Water, yes. Oh, so all this drinking water. 哦，所以他们可能去一趟之后要背很多水回来。And all that's firewood Yeah, for cooking. for cooking and For cooking, yeah. campfire. And nighttime, if it's cold, you can warm up. 这边是一个衣架，晒衣架。所以这样看起来，这边的结构就是分4种，一个是储藏室，然后里面通常会有很多的水，然后再来是厨房，然后它会比较开放式一点，那个热气会比较对流，然后再来是卧室，比较阴暗，然后遮蔽的比较多，然后最后就是客厅，它是一个比较大的空间，然后下面会全部都会有铺那个地毯，就这4种结构。但是厕所呢？厕所在哪里啊？So usually they have a lot of children? Yes, usually 5, 6. For one wife? Yes. Oh wow, that's a big family. Okay. 我觉得他们这样子也是保存那个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因为他们这边只讲柏柏语，就他们的母语，然后一点点阿拉伯文，甚至法文啊、英文是不会讲的，他们就用自己的生活方式，然后感觉也还蛮自得其乐的。这边人刚刚在看。他们不管是对我们的态度，或者是对彼此，都是非常开放跟友善的。感觉在这里，他们过得很开心。我觉得我们在看这样子的不同文化的时候，都是要以一个对方的角度去看跟尊重理解。因为开心快乐这件事情，我觉得它是100%主观的。我们可以有很多客观的条件，但是你在什么环境底下可以得到主观的快乐才是重要的。像我们现在生活在这么方便、这么现代的世界，但是我们有社群媒体，然后每天都陷入在比较啊、流量啊、焦虑里面，真的有比较快乐吗？其实也不一定，因为快乐是主观的。能够找到可以灌溉自己心中平静跟快乐的环境，是比较重要的。我们现在被带来一个非常神秘的中继站，它是一个矿场。刚刚导游说，撒哈拉沙漠以前是海洋，好几百万年前，所以在撒哈拉沙漠这边底部有非常多的化石，他们就从这里把它挖出来，然后拿去卖。Okay, let's go. Yeah. 好，要走了。这个景点有点莫名其妙。停车的时候大家还不下车，想说，对看这里是吃午餐的地方。又在这里吃午餐，要去。
我觉得这个装扮其实真的是还蛮凉的，蛮避暑的。我然后戴上去之后，然后还有这个长袖啊，然后脚啊，对啊，避暑，对。回台湾也这样穿啊？因为台湾太湿了，可能不行。大冒险输的要穿一天，只要避免阳光直接的曝晒，就会变得凉很多。我们从沙漠出来了，到旁边的一个小镇，现在这里又开始有柏油路，有手机的讯号了。我们中午要来吃柏柏人的披萨。哦，酷！啊，刚刚没有讲到，柏柏人就是在摩洛哥最一开始的原住民，在可能2000年前，西元前就已经在这边居住了。他们是后来7世纪阿拉伯人跟着穆斯林这个宗教一起传播过来的时候呢，才开始跟阿拉伯人有一开始是冲突啦，但后来是有一些融合。像是我们上一支影片讲到的那个 Gibraltar 海峡，就是带领穆斯林军队去攻打西班牙，那个将军就是柏柏人。好 ，Berber Pizza 来了。面包皮感觉跟刚刚那个差不多，但它里面有加一些料，感觉是一些蔬菜。因为这个以前柏柏人在做的时候是把它埋在沙子里面加热，但它其实比较不像披萨，比较像饼，因为它东西是夹在中间，不是放在上面，而且它没有cheese。料放在上面，然后又放在土里面的话，那料都是土。Cat 其实很挑嘴，里面又有蛋啊。他非常挑嘴，他就是一定要吃到好吃的食物才会继续吃下去。如果不好吃，那就饿就好了，不然你吃了不喜欢吃，还造成身体负担。我们一天在撒哈拉沙漠里面的冒险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啦。我们已经回到住宿了。哇，好烫！我现在想的是，我房间没有冷气怎么办？现在我们现在要带去哪里啊？怎么办？处可躲。房间其实蛮凉的耶，虽然说没有冷气，但可能都在阴影里面，所以还可以耶。我也是体验过撒哈拉的男人了。我们顺利从撒哈拉沙漠离开了，现在我是在隔天的住宿里面。然后最后想要讲一下第一次进入到沙漠的心得。其实这次解锁沙漠，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画面，不是在这支影片里面有拍到的，反而是晚上完全没有光害的时候走出营地的那一个画面，因为你脚底板的那个沙子是又柔软，然后又冰冰凉凉的，然后你抬头看那整个星空的璀璨是非常的震撼的。就这样散步，我觉得反而是我对沙漠印象最深刻的片段。不过要小心，因为外面乌漆嘛黑的，你是有机会会踩到骆驼大便的。然后早上日出的沙漠也很漂亮，而且在一大早你还可以在沙子上面看到一些小动物的小脚印，就印在那个沙子上面，非常的可爱。然后我穿着整套服装，绑着那个头巾，真的是觉得富到流油。但是必须还是要说，沙漠不是一个宜居的环境，就是这么少人定居在沙漠或者是沙漠附近，不是没有它的道理的。你人处在沙漠还是不舒服，因为温差很大，然后超级干燥，然后也会有很多那种苍蝇。然后饭店，我觉得它已经是一个中上舒适，可以待在沙漠这种极端环境的体验了，但我觉得这个饭店还是有一些细节没有做好，就有一点可惜。像比如说最简单的，它只有给沐浴乳，然后没有给洗发精，然后再来是也没有吹风机。当然这可能是因为在沙漠营地那个用电要非常的节省，所以没有提供吹风机啊。然后冷气真的这个差很多，一整个下午在最热的时候没有冷气，真的会让你不想要待在营地里面，但也没有地方去，因为你走出去就是沙漠更热。然后在营地白天的时候能够进行的活动又相对比较少。比较多是集中在晚上，他们会有一些音乐表演啊，还有萤火。但整体作为我沙漠的初体验，我觉得还是很不错啦。我现在成为阿尔明口中看过无边无际的海、覆盖大地的冰原、炙热的火海跟无尽的沙漠，这4个我都收集到了。墙外的世界真有趣。那也希望透过影片有让大家体验到一些沙漠风情。那接着我们下个礼拜会有最后一支摩洛哥主题的影片，到时候大家可以再回来看摩洛哥的完结篇。好，那我们就下礼拜见喽，拜拜。